谁更美的争议啊，几乎伴随了戴娃的每一次公开亮相。毕竟呢，她的妈妈呢是无数人的启蒙缪斯，地球球花莫妮卡贝鲁奇。有这样的顶级美貌基因加持啊，戴娃的人生呢本该是易如反掌啊。可对于她本人而言呢，这份基因彩票呢，既是她通往名利场的绿色通道，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完美诅咒。这故事的开头啊，是一场关于基因的豪赌。在好莱坞和欧洲演艺圈，这星二代泛滥成灾啊，但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均值回归的惨案。杰西卡·阿尔巴的女儿呢，虽然说可爱，却丢失了母亲的那份甜美的灵魂。这裘德·洛的儿子呢，虽然说硬闯时尚圈，却被嘲讽为是发面馒头。在这个颜值及争议的圈子里啊，绝大多数的星二代呢，都像是父母美貌的稀释版。但是戴娃·卡索的出现呢，打破了这个魔咒。2019年，当15岁的戴娃第一次出现在香水广告中的时候呢，整个时尚圈那都沸腾了。她穿着一袭白裙，站在意大利明媚的阳光下，那头浓密如海藻般的黑色卷发，那双深邃的像地中海一样的眼睛，还有那微微上翘啊，带着一丝倔强的嘴唇。人们惊恐的发现啊，她没有被稀释，她完美的继承了莫妮卡·贝鲁奇啊那种蒂姆般的神性美。更绝的是呢，她还中和了父亲文森特·卡索身上那股子法式慵懒和不羁。如果说莫妮卡呢是成熟饱满的红酒，那么戴娃呢就是一杯刚刚调好的烈性鸡尾酒，既有母亲的醇厚，又有父亲的辛辣。这份基因奇迹啊，让她成了时尚圈的宠儿。16岁呢，她就登上了法国的 L 的封面，紧接着呢，激起了 Vogue、Harper's Bazaar 等顶级大刊。在意大利版的 Vogue 封面上呢，57岁的莫妮卡甘愿退居二线，侧身站在了女儿身后，像是一位即将退位的女王啊，正在为她的公主加冕。而戴娃呢，坐在 C 位，眼神坚定，直视镜头。这一幕啊，被视为是时尚界最隆重的权力交接。然而呢，仅仅靠脸的话，是无法在这个残酷的名利场里长久立足的。戴娃呢，也是很清楚啊，如果说不拿出来点真本事啊，这莫妮卡的女儿这个标签迟早会把她压垮。于是呢，她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进军演艺圈，而且呢是去演历史正剧。2024年初啊，网飞的历史大剧《爆》发布预告啊，这戴娃·卡索呢饰演女主角安杰丽卡，这个选择实在是太聪明了，也是太危险了。为什么说聪明呢？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啊，设定在西西里岛啊，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啊，就是她母亲莫妮卡凭借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一战封神的地方。这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传承。为什么说危险呢？因为一旦演砸了，它就会被无数的影迷啊拿来和巅峰时期的莫妮卡呢进行惨无人道的对比。但是从目前曝光的画面来看啊，戴娃那是扛住了。她穿着一袭猩红色的长裙啊，黑发如瀑，微微抬起头啊，对着面前的亲王呢轻唤了一声亲王殿下。那一刻呀，她的眼神里呢没有怯懦，没有青涩，只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那种美啊，它是具有侵略性的，是带着刺的。她没有在模仿莫妮卡那种悲悯众生的性感啊，她演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一种带着野心和欲望的古典美。如果说莫妮卡呢是被凝视的玛莲娜，那么戴娃饰演的安杰丽卡呢就是那个主动走进舞池，掌控全场的猎手。这才是戴娃·卡索最厉害的地方，她深知自己的优势啊，也深知外界的期待。她没有回避母亲的光环，而是巧妙的利用了这份光环呢为自己铺路，然后呢在路的最尽头啊拐了一个弯啊，走向了属于自己的方向。当然呢，这条路上啊也少不了父亲文森特·卡索的支持啊。这位法国影帝呢，虽然说当年啊因为疑似出轨啊和这个莫妮卡离婚，被骂成了渣男，但在对待女儿这件事上呢，他是绝对的女儿奴。戴娃第一次登上杂志封面的时候呢，文森特激动的在社交媒体上呢是疯狂的刷屏，恨不得告诉全世界啊，看这就是我闺女。而在戴娃呢决定进军演艺圈的时候呢，这文森特呢也没有像其他的星爸那样啊盲目的去铺路，相反呢，他给了女儿一种啊极其宝贵的松弛感。这种不在乎恰恰是他区别于母亲的地方。莫妮卡的美呢是端庄的，是沉重的，甚至带一丝悲剧色彩的，而戴娃的美呢是轻盈的、现代的、自由的。这或许啊就是基因彩票的真正奥义。他继承了母亲的皮囊，却继承了父亲的灵魂。在心理学上呢，有个概念叫做身份焦虑啊。对于星二代来说呢，这种焦虑啊尤为致命，因为他们的身份是父母给的啊，不是自己挣的。这种名不副实的恐慌呢，往往会毁掉一个人。很多星二代呢，要么在焦虑中摆烂啊，沉迷享乐，要么在焦虑中崩溃，试图通过极端的行为呢来证明自己。但是戴娃·卡索呢，展现出了一种极高段位的身份整合能力。他没有排斥父母赋予他的身份，而是接纳了他们，并将其呢转化为了自己的初始资本。然后呢，他通过了能力进阶啊，不断的向这个身份呢填充属于他自己的内容。他正在把莫妮卡的女儿变成演员戴娃。即使你出生在罗马，你依然需要自己学会走路，因为呢，只有你自己走出来的路呢才叫人生，父母给你的那叫背景。